呃，应该已经开始直播了吧？我这儿看到应该是已经开始直播了。好，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是2024年的6月15号，星期六。然后呢，就又到了我这个呃周末的这个读评的这个节目了。然后这一周的话呢，因为一直大家还是在谈论这个，我也出了好几期节目，就是有关SpaceX 这个星舰试飞之后，然后马斯克呢在打打游戏的时候，然后做直播，在直播期间呢回答了不少网友的这个提问。然后呢，我就先出了一期，把他的这个原来那个英文啊，实际上那个视频在那个 X 上有，大概持续时间是5个多小时。后来在油管上有个这个朋友呢，就是把它截成了大概是38分钟，但是他截出来的东西呢，怎么说呢？那个首先后面有好多背景音，另外马斯克说话的语速也比较快，而且他有好多这个语气词在里面，所以听着就比较累。然后我正好要做节目，向大家来给他做点评嘛，看看他这里面大概谈了有多少点，然后这每个点大概是讲的是什么。做这个的时候呢，我就顺便把他的这个语气词啊什么的就都给他去了，然后出了一期，这个大概是21、22分钟吧，这是英文版的。然后呢，出这期节目以后的第二天呢，我就又开始把我的这个点评的一些节目放上去，没想到就有好多的这个朋友就开始有评论，那正好这一礼拜呢，咱们就正好读读这评论。然后我读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打在屏幕上，嗯，咱们可以到时候一起来讨论。另外在这儿的话，我也正好跟大家就先说一下，我今天可能正好要好好就聊一下这个星舰的。有一个朋友就是，问我他这个，呃，星舰会不会用一种叫做我看看啊，它这个英文单词叫什么？这个词我还记不太住，稍等。呃，transspiration cooling，换句话说呢，叫做蒸发冷却吧。如果要直接英语翻译，就是蒸发冷却 （transpiration cooling）。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冷却方式，就是说，在航天口的这一块儿的这个冷却方式，那我们其实呢会把它叫成发汗冷却，就是出汗冷却，发汗冷却。那呃，这次的话呢，那个，就是说我正好待会儿可以把这些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有关这个冷却这一块儿的这个事儿，重点可能是聊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这些问题里，可能这个问题回答最需要时间。另外呢，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关于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冷却。实际上，我们这次星舰试飞的时候看到的，我们都把这个目光关注点投到了这个星舰飞船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的这个热防护。其实呢，呃，能够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实际上在航天界真正关心的，实际上是热防护有很多很多地方，比如发射的时候热防护，发射的时候热防护，第一是发射场这块儿的热防护，第二呢是关于火箭发动机喷管儿啊这类的，包括发动机推力室这一块儿的这个防热。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呢，比如像是这个这个整流罩这一块儿也要进行防热处理。然后呢，最后实际上才是飞船返回载入的时候的。那所有的这几个里面，实际上呢，最难的的确是飞船载入的，所以我正在做一期这个节目，但是写起来感觉比较费劲，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专业挺多的。所以的话我也正在做，做完了以后也欢迎大家来看。那好吧，那我就今天先开始，开始先跟大家来
一起来聊这个先读屏，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可以打到这个屏幕上。然后谢谢这个李晶告诉我声音很好。然后这个 Barton 123，学自己的学经历，自我90年代初考进天津大学，然后呢，毕业于天津大学以后就一直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后来又出来去那些民营航天企业，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这么一个情况吧，这就最简单的说法。行，那先是第一个是我这期就是我的第二期点评马斯克的这个直播，马斯克的这个游戏直播的时候答网友问的这个，有朋友说这马斯克感觉他这次说话很兴奋，是不是吃了点儿什么？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马斯克当时回答的就是比较随意，他在打游戏，然后呢，回答的时候，实际上呢，他的那份随意是建立在他有非常深厚的这个航天知识的基础上。因为我从他那个聊天儿我能看出来，是这样的，航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要是说，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专家，但是呢，像马斯克这么回答的，他就是说是，如果要是我们以航天技术这个领域来讲的话，一般得是干总体的，他才能够对这些东西认识的那么全。你就像我原来也是干一个系统的总体，所以但是因为系统和系统之间要有经常的这个往来，你像对，要有非常大的往来，所以的话呢，就会对其他的都要有一些了解，所以他才能回答的那么清楚。你看像，咱们那个921载人工程，最大的系统就是921载人航天，下面就5个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然后呢，飞船系统，遥测系统，还有这个，就是说航天员系统。等于这就然后，火箭系统再分成，本身包括整个的火箭的控制系统，然后呢，火箭的这个总体系统，总体这一块儿包括结构，然后包括发射场系统，主要是这3部分，就等于是要这么一级分下来的。所以马斯克刚才的这个回答最少已经占到了，呃，就是说占到火箭系统这个水平了。差不离得是占到这么高的程度，就是说从层级上来讲，然后从专业知识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比方说为什么这个飞船选择这个造型，当时肯定他们的 SpaceX 公司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讨论的，那他肯定也是参与了，所以他领会其中的这个精髓就是，我们普通的飞机在大气层内飞行，是要想尽方法降低它的这个空气阻力，然后呢，来节省这个，燃料。而对于像飞船啊，或者那个航天飞机啊，返回的时候，呃，要想尽方法增大它这个空气阻力，来让它最快的来减速。因为飞船返回的时候速度达到了26000公里啊，甚至更高。这个时候要让它减速的话，那你就要想尽办法来增大阻力。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飞船设计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着好像并不符合空气动力学，但它实际上它是反着用的。然后你像航天飞机，你看着它像是符合空气动力学，是因为它在进入的时候，它是扬着机头，等于就是就像我的手掌一样，手掌是迎风面，这样来减速。当把速度降到亚音速以后，它再把机头压下来，这么着压平。然后呢，所以的话，它等于载入减速的那一段是要利用空气动力学中的尽量大的阻力，然后呢，当这个速度降下来之后呢，我又要水平着陆，就是所以呢，就又要符合普通飞机的这个设计。所以的话，它把这个我们看到航天飞机的这个实际上应该叫航天飞机的轨道器，航天飞机也是一个系统啊。轨道器把它做成有点像飞机，
但它实际上它更像一滑翔机，这就是航天飞机造型为什么那么设计。那马斯克能够在打游戏边打游戏，然后网友随提问，他平时也没有准备，然后直接就回答出这个来，那我只能相信他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我只能相信他是，呃，怎么说呢？他是这个，嗯，就是参与过深入的讨论，然后包括像是他回答这个，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液氢液氧，液氧甲烷，而不是选用液氢液氧。这一点实际上马斯克回答的也非常巧妙。他实际上他在那儿说这个，液氢液氧液氧甲烷的在高空的时候也能达到380秒这个，比冲。那个然后呢，这个体积要大1倍。实际上呢，我觉得在这方面马斯克没有完全说出真正的想法。那我觉得 SpaceX 最主要的，它选用这个一氧甲烷，可能还是和它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因为是这样，它这个发动机呢，怎么说呢？它这个发动机当时它要搞全力投入这个就是叫做猛禽的这个发动机的研制，要搞这个液氧甲烷的发动机作为它的一级，这个 OK，这个没问题，这不用讨论。那在二级呢，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它有两条路。第一个呢是选用啊，我先不说它怎么用，就是说先用这个液氢液氧，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比冲最大，等于在太空最省燃料。去火星的话，用的燃料的质量的或者叫重量吧，质量是最小的。如果要是用液氧甲烷呢，那大概是要大我看一下，可能要大重量可能要大15%到20%，差不多是这么个水平。呃，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继续用液氧甲烷，那然后呢，那你就承受这个大15%到20%重量的这么一个后果。但是当时 SpaceX 的经费应该还是比较紧张的，如果同时进行猛禽发动机的研制，然后 SpaceX 又没有液氢液氧发动机的基础，那么他要想自己有这个基础，他就得再开一个摊子来研制液氢液氧，这可能对于当时的 SpaceX 来说呢，有点不现实。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那它就最好就是二级也还是用这个一氧甲烷。可能有朋友就问，那他为什么不能买呢？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美国做液氢液氧发动机最好的就是它的竞争对手 ULA 的那个半人马座上面级上那个 RL10发动机，那就是很好的这个液氢液氧发动机。那我觉得 SpaceX 是不可能去买这个ULA 的这个 RL10发动机的，所以的话，它只有自己研制这一条路。然后你看国内的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民营航天企业，他们搞这个液体运载火箭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个液体发动机，也都是立足于自己研制，而不是买。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在火箭系统的话，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个总体的结构这一块儿的，实际上可能还算漏了一个吧。发动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实际上，但是发动机它不是大系统，发动机一般把它放到这个总体和结构这里面了，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系统。这就是马斯克的，就是说我说他的第二个就回答的这个为什么选用，甲烷而不是液氢液氧，他稍稍藏了一点东西。但实际上呢，就他这个藏的是非常巧妙，而且回答的就非常专业，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节省大概25%到20%到25%的重量省去，就是但是呢，你的体积要增大相当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就是说是，怎么说呢？我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但是你那个体积增大而造成的质量增大，应该和你的这个省的这个质量来比呢，还是省的质量更划算一些。我个人感觉啊，没做过精确的计算，所以就大概是这样。然后继续来看啊，
然后下面这期是这个有朋友当时在问我，就是这个读评的，就是我点评马斯克回答网友问的这个第一期节目。那期节目里可能有朋友问在那个月球的那个火箭能不能在月球造甲烷，然后有这个叫艾伦叶，回答就是说制造甲烷需要二氧化碳，这个月球表面太少。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在月球表面想制造甲烷，相对来讲可能会困难一点儿，但是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现在的话，最关键的还是要在月球上，发现水。现在已经就找到水，不能叫发现啊，找到水。现在已经发现说有水的痕迹了，就是说比较大的概率90%、95%的概率有水。但是，最终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各国的航天器实际上主要都集中在这个勘探这个月球的南极。因为最早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印度的月船1号吧，大概是月船1号，然后呢拍到了这个月球南极可能有水。后来呢被美国的其他的这个月球轨道勘察器这些的进一步确认了。包括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记不太清了，就是一架飞机上那个红外天文望远镜对月球的观测也确认月球南极应该有水，所以的话现在最主要的是在月球南极要找到水，这个是挺重要的。然后的话，有水的话，碳的话，实在没有二氧化碳的话，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因为月球上应该还是有碳元素的嘛。你即使没有二氧化碳，可以从其他地方来找碳元素，然后再想办法合成甲烷。所以，但是合成的这个复杂程度肯定要比火星要大得多，因为火星大气主要就是二氧化碳，所以的话，合成的复杂程度上来讲，还是火星更容易。然后这个叫 Morty 在评论我这个第2期的点评马斯克的这个答网友问的时候，就在说这个星舰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瓦斯罐。这种说法也对，就是说因为瓦斯实际上也主要就是这个甲烷嘛。但是这个说法好像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对星舰来讲呢，虽然说的很对，但是听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我觉得，还是说这么说吧，星舰里面带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瓦斯罐可能更好一些，它还带了一大罐的液氧呢。然后这个 hat trick，这是不是拼错了？hat trick，perfect 应该 perfect 的吧？hat trick perfect。评论说我这期这个关于马斯克点评马斯克答网友问的这个，出的有点慢，这个的确是抱歉。就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马斯克说话又快，背景噪音又大，所以我得使点劲儿听。然后另外呢，就是得那个什么，我得把他这个里面，他这期的这个30多分钟、38分钟的这个节目里面，这个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实际上我现在做的这些，然后还有好多我把它舍弃了，要不然那节目时间就实在是太长了。这个有点抱歉，稍微晚了点儿。然后这个就非常感谢，在我这2期这个马斯克，答这个网友问的这个节目里，都各留了一条言，然后给这2期节目就分别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朋友现在是不是在看直播啊？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说，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总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主要是靠 AI 来总结的，然后是不是再加了一些您的这个修改完善。反正如果要是 AI 总结的话呢，如果是 AI 总结的，我觉得 AI 现在真的这个能力的确是相当相当强，总结的，实在是太好了，真的。如果要不是您自己总结的，那就更是太感谢您了，费了这么大心力来做这个，非常感谢。然后下面是这二师兄在这块儿说这个，在说我的第2期这个点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答网友问的第2期节目里面，就是说我最后在结果里面说的这个，呃，我在那最后里面在那个说马斯克的
怎么说啊，我在夸他的这个应该说他的航天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一部分。然后呢，而且呢，他是作为一个 CEO，他有这么深厚的这个专业知识基础，而他不是 CTO，能有这么深厚的这个专业知识基础，那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这二师兄在这块点评，就是说这个，指出了大部分企业根本问题所在。实际上，别的企业我就不太说了。然后国内的话，实际上，很有几家这个民营航天企业，实际上它也是它的这个 CEO 也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基础的。你像这个，星际荣耀彭晓波啊，那个真是也是专家级的。然后像这个天兵的这个康永来，也是这个专家级的。嗯，然后呢，像是蓝箭，虽然它的CEO 他本身是投资银行背景、投行背景，那个不是这个航天专业背景，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实际上在技术上你就要相信有技术的，就是这些人。你比如相信选择好的 CTO，或者说选择好的这些技术领域技术团队，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不过像马斯克这样的，他本身他能够不是这个专业的，然后他能够为了搞这 SpaceX，他能够学习到这么深入的这个程度，我的确是相当相当佩服。我可以说就是绝大部分干航天的，如果他不是干总体这一块儿的，他没有干总体的经验，他都做不到，就是说他刚才的那种回答，就是说他在这个游戏直播里面这些回答，如果他不是干总体的，他肯定回答不了这么完全。他可能能把某个问题回答的很，某类问题回答的很完善，但是他是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回答出来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然后这个 waiting 在这块说，因为我在那里面谈到，就是说这不锈钢的时候，我举了那个，当网友问为什么，星舰这个材料主体结构采用的是不锈钢的时候呢，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这个前苏联的这个米格25战斗机，那就是不锈钢的，所以就在说这个俄罗斯的战斗机为马斯克指明了方向。我觉得还是这样吧，就等于是不管是米格25选用了这个不锈钢，还是马斯克选择了不锈钢，它就等于同时既既得到了不锈钢的优点，然后呢，同时也要接纳不锈钢的缺点，并且想办法去克服它。我觉得就是说，等于这条总体思路，马斯克和前苏联实际上都是清楚的。相对来讲，美国当时的话，美国当时有这个 SR-71，就3倍音速的这个高空高速侦察机，但是为了解决这个克服这个高温的问题，那它研制了很多很多这个专门的材料，高科技、黑科技。但是前苏联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黑科技，最后就是用不锈钢硬上。当然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就是说第一，这米格21等于相当于就是绑在2台发动机上的这么一个小小驾驶舱，差别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米格25就相当于是这个，所以呢，而且呢，它能够达到这个高超音速的时候的这个就是3倍音速的这个时间很短。但是这就是我看老范讲故事了，这个老范不是也在说嘛，实际上就是工程师思维。实际上前苏联这就是一个工程师思维，你不是要3倍声速吗？那我就想办法为你达到。但是我可能这个方法比较笨，那是受限于你的工业基础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现在可能也有大量这样的问题，就是还是受限于你的基础工业基础，所以的话可能这些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也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吧。这位朋友，然后这个 waiting 说马斯克太抠了，实际上我倒是觉得，马斯克抠的话呢，是这样，我倒是觉得马斯克抠主要还是在考虑未来的这个，它是商业行为，他要把它真正做市场化，你能够把成本降得越低，那你的市场化就实现起来可能就更容易。那样的话呢，说句实话，最后实际上受益的还是咱们这些
未来的用户，我是这样感觉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叫做 Carigo 60 years ago. Hopeful the booster doesn't crash into the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哦，他是在看我这期就是原本的那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直播的答网友问里面在说的，他在说在星舰5飞的时候的这个飞船超重，如果是用这个筷子来进行回收的话呢，那希望不要把这个地面的这些发射设备，包括这个脐带塔，包括发射台，包括这个筷子给它毁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实际上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像马斯克说的，他会先让超重落到，就是说离这个脐带塔、离筷子不远的这个海面上，或者说高度当然会比这个脐带塔还要再高一些啊。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不停地检查这个火箭的各种飞行状态，同时就会进行制动点火，然后让那个当所有的确认所有系统正常判断无误了以后，再让这个超重去靠近这个筷子，进入筷子的工作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超重回来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没有多少这个推进剂了，所剩的推进剂应该是很少。你像国内一般来做这个蚂蚱跳实验的时候，最后剩余的这个推进剂可能就是几百公斤一吨，就是已经相当小了。所以呢，马斯克如果想提高它的安全性的话，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推进剂的数量再做减少。那这样呢，如果出现了问题，它的造成的影响也会更小。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叫 XEA-212，说记得马斯克是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是特斯拉及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应该不是吧？他应该就是 CEO。然后呃，这位朋友叫梁1892，说作为特斯拉、SpaceX 两大公司的 CEO，游戏直播，说马斯克游戏直播，股东们应该会不爽吧？为什么不做个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来回答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马斯克能够成为大网红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股东们我不清楚股东们怎么想，我只是说我怎么想。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马斯克的这种回答对于我来增强对马斯克的对 SpaceX 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就从他这么轻描淡写的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就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作为这个的首席执行官，那他是能够他真的他的这种航天的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根底啊，相当于让我相信他在这个SpaceX 的这些发展的这个决策上，会比较正确，就正确的概率要比其他的要高得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在其他公司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假如这家公司它的确它的 CEO 对自己本身这个本公司的这些产品，嗯各方面的技术啊、这性能啊这些的都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他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它的正确性可能要比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干其他的可能要高，这可能包括你从国内这些互联网行业的也能看出来嘛，对吧？他比方说你如果这个 CTO 出身的来做 CEO，他那个决策和不，这个首席财务官啊，CFO 出来做这个CEO 的和 CTO 出来做 CEO 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具体哪个好呢？我觉得最少是对就航天 SpaceX 现在还是要以技术为主的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还是你技术上要过硬一些。
如果像是互联网企业，可能有的时候技术反倒不是那么重要，这是我的感觉啊。行，那我看一下现场的这些朋友啊。这个 Burton，刚才说学历，那我已经说完了。然后，我看看，这位朋友说，徐某人在节目里讲到了星舰的军事化，其中最可行的方案就是星舰入轨后投送军用物资。我觉得实际上投送军用物资，徐某人可能有些话没说的太清楚吧，没说的太明白吧，是不是有些不太方便说的地方？我觉得，你这个投送物资，怎么说呢？可以算是，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可能可以派出一个这个特遣小分队，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然后用超高的速度就能够那什么，这个，然后至于像补充物资，可能还是稍微的稍微的那个什么了点儿浪费了点儿。就是用这种，你比如像是，可能就比如啊，当年抓获本拉登还是用这个黑鹰直升机去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我坐着星舰去就可以了？这个反应更是超快。但是星舰在军事上的这个那个真是无可限量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跟二战的时候，美国到最后上千艘护航航母，就是星舰出来以后，基本上就是跟二战的末期美国上千艘护航航母这个概念似的。所以就是说，你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人家在轨道上的卫星，你打下来的速度，我都不说成本，你打下来的速度还没有人家发上去的快。然后包括你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就是真的是不可想象。你就想吧，你比如原来的时候还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敌国的这个侦察卫星什么的这些都摧毁，然后我把你的通讯卫星也都摧毁，让你进行瘫痪，让你也变成瞎子，变成聋子，变成那什么。但是有了星舰的话，你全不可能。你发射的你去摧毁它的速度没有人家建设的快，所以这个整个平衡就被打破了。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强的武器平台，它反倒可以把你的在轨的这些东西全都给你摧毁掉。这就使得大家就可以你比方说看星战的时候，那些，大的那个星际飞船突然放出一大堆小型战斗机，你觉得现在星舰如果它有100多吨的这个带载能力，它不行吗？那肯定行啊。所以的话，就是像什么那个 X-37B 都直接放到星舰上，就直接就可以入轨去其他地方去干了。它带几架 X-37B，而且那个或者就是说改进版的 X-37B，那些机翼什么的，那需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东西都可以不要了，就让它直接就是从这个飞船我的星舰飞船母舰停在比方说250公里或者500公里那个高的轨道，然后我放出一堆小飞船，那从2000公里到150公里高的轨道的这个到处乱窜，然后把你那些其他的那些军用航天设施全给你摧毁，这个是可以的呀。嗯，对，回答问题，你说随意也可以，应该说是就是我在想一个什么词啊，实际上“随意”这个词表达的不是特别准确，它应该说的是，很容易，很容易，不需要那些知识都是就是你现在这个话，就是都是了然于胸。呃，这个 Skyper 张说甲烷可以在火星制备，是个因素吗？他之前没有强调这个。是这个意思。甲烷可以在火星制备，但是火星上有水，那你在火星上制备甲烷的时候，你等于是用这个水先电解成这个氧气和氢气，氧气呢，那可以给飞船用，氢气先留下来。
然后从二氧化碳中呢，再和二氧化碳再来把二氧化碳中的碳提取出来，然后和这个氢刚才电解水产生的氢来反应生成甲烷。所以相对来讲呢，使用液氢如果要是使用氢的话，在火星上应该更容易一些。就是我只电解水就完了，我省了一个把二氧化碳，再和氢气转化成甲烷，少了一个工序。所以，就客观的讲，从技术上来讲，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液氢液氧更省事儿一些。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来讲，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那像马斯克的话，那他当时的公司的这个能力，可能就是能够把这个猛禽开发好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让他再去投入一份精力去搞这个液氢液氧，那有可能最后两个都没搞好，猛禽也没搞好，他的那个氢氧发动机也没搞好。而他即使搞出来了的话，实际上因为前面还有这个半人马座呀，还有什么美国的氢氧发动机是相当相当厉害的。其实，如果马斯克真的想将来换的话，假如他不是特别在乎其他的原因，他完全可以就是直接采购，就 RL10啊，什么还有这个RS68是原来准备给美国载人登火星的这个战神5运载火箭用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航天飞机也是用液氢液氧嘛，它那个 RS25，是这样，对 RS25。然后呢，真正推力最大的是美国后来搞的这个 RS68，一台可能推力就将近300吨。那这个技术美国现在也有，虽然这个 RS68没有量产，但是这个技术也有。所以如果要是将来非要是使用这个去火星或者说进行这种其他的行星的旅行，想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发动机的话，并不是不可能，是完全有可能的。只需要就是说把这个飞船底下的这个发动机换了，然后其他再做一些相应性的修改。当然，这时候飞船的这个体积有可能会有一些增大，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对，嗯，对，嗯，我看看啊。徐某人讲了一期有关星舰军事化，其中一种可能就是空投物资，包括弹药100吨运载能力，实现1小时灭国级杀伤。好，这个已经说过了。液氢的确相对来讲，液氢的这个保存温度常压下啊，零下180度。呃液态甲烷的话应该是150多度，不到零下160度。所以的话，液态甲烷保存起来应该更容易一些。嗯，谢谢 Philip Chu，谢谢谢谢您那个什么，您捧场。然后我看这个，SpaceX 一开始尝试制造液氢引擎的上面级，但后来改成了甲烷。当时感觉是为了节省这个研制经费。对，我在说嘛，它发动机它不想再搞两个团队同时开发两个，然后液氢存储困难，对，然后这个重量也比较轻，然后液氢加重麻烦。对，您这个说的是非常专业的，实际上就是说都等于把这几个液氢的，都给它讲出来了。实际上我们一般做工程上的这些的话，我们会把它的优缺点等于就是列一个表格，Excel 表格，然后我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我现在的是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也列一个保障条件吧，我保障水平，那个也列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来看最后对标对出来，就是一个这个最终该选什么，实际上就了然于胸了，直接就清楚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现在来讲，我们先抛弃这个，星舰是先去做行星级飞船这一块儿，先说就是说用来执行近地和地月轨道任务。那执行这些任务的话，那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用甲烷，对于 SpaceX 这家公司而言啊，
是最合适的，现在就是最合适的。就 SpaceX 它的这个整体的思路实际上呢特别明显，就是一级和二级用同一款发动机，只不过二级可能用的是真空板，然后一级可能用的是这个海平面板，大概就是通过这个来尽量的降低它在前期研发的时候的这些投入。等于就是通过这个来实现。当然，将来未来它有了技术积累之后，你并不排除它自己开发，或者说它成熟了之后，然后它再先采购这个液氢氧发动机，然后再开发，这些都不排除。但是就是说，等于就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状态就很好。嗯，FIN 只要有投送能力，就必定是军事化。对，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二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片子，当时讲那山本五十六，就是电影里讲的啊，是不是山本五十六？真实是山本五十六说的，那我不清楚。但是电影里说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是非常反对和美国开战的。他的有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说，你看美国有多少这个飞行俱乐部，那这些飞行俱乐部里面有多少个这个业余飞行员？你再看日本有多少个飞行俱乐部，然后日本有多少个业余飞行员？所以现在目前，就是开战前啊，虽然美国的军用的就是军机飞行员和日本的军机飞行员相差数量可能不大，就是说差不多两个。但是如果一旦打起仗来，美国的这些军机飞行员这些原来的业余飞行员都可以很快就转化成军机的飞行员，而日本就不可能。所以星舰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作战，那他们就用来赚钱，用这个。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是去开战的话，那星舰的这个这个军事能力，对于小国肯定是灭国级的。如果要是对于大国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战略打击还是战术打击，那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的。但是我呢有这么一个建议，咱们还是不用太去谈这个有关军事的。所以实际上我后来就做这节目也尽量不太谈军事，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明眼大家心照不宣就完了，是吧？所以，从这个来讲，我们只要把这个民用的做好，那它就是顶级的军用，这就是我的想法。月球是空心儿的嘛，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等于是大概是理解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判断月球是空心的概念，主要是因为月球的这个质量啊，和它的这个体积相比，等于它的这个比重显得月球很低，所以很多人怀疑它是空心儿的，但是这并没有这个确实的证据。嗯，我觉得还是说，咱们还是从简单点的，就是用这个奥卡姆剃刀原理吧。就是说目前你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月球是空心儿的。那通过月震也不能够测出来月球是空心儿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一般通过了解地球内部构造的时候，很重要的是通过地震嘛。那实际上美国航天局呢，也曾经通过月震了解过月球的。然后从月震上也看不出月球是空心儿的，所以我现在还掌握的数据就是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月球是空心儿的，所以呢，根据这个奥卡马剃刀原理，那月球就应该不是空心儿的。嗯，对，接地气，他人格魅力先不谈啊，先有没有魅力再说。但是不，在他的专业技术上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就是讲这些专业，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的。他他并不是航天专业的，能够讲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这个 Brian Forrest，Tom Mueller，2020年已经从SpaceX 退休了，他是 SpaceX 的1号员工，他原来不是这个NASA 的吧，我记得。然后呢，是推进剂部门的CTO。
然后他应该是就是猎鹰9号那梅林发动机什么的，就是他主导研制的，我记得。但是就是说，可能我当时说的可能不算是不太准啊。就我主要还是想告诉大家，马斯克他只是个 CEO，他并不是 CTO，他能回答到那种程度，那简直是让我惊掉下巴了。我可以就真是打保票，就是说，绝大部分搞航天的，就是说在中国绝大部分搞航天的，他只要他没做到，就是说总体一级的，就哪怕是大系统总体，就是说大系统总体以下的，他都回答不出这么那个什么的，这么好，都做不出这么好的回答。嗯，好吧，互联网，但是互联网我觉得商业的反卫星武器是吧？哎，不太聊军事了，不聊军事了。对，对，就是你这个补给速度，人家星链卫星2.0版的，我一发上去80颗，你用什么去反它？你你除非不说了，再说黄标了，就是反正就是搞违禁品。哦，Elon Musk, CEO and Chairman, CEO, Chairman and CTO，哇，厉害。但是我得这么说，他这个 CTO，实际上那个 CTO 就还是那种商业公司的 CTO。像老范当时讲的，实际上我那时候还和这个老范理解不太一样，我以为 CTO 必须得是技术上过硬。然后老范当时跟我说那个，反正在互联网公司 CTO 实际上他是要认识一大堆人啊什么什么的，是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干的实际上不一定全是技术上的活儿。那您要这么说，可能马斯克是，他要做 CTO 可能是这种类型的 CTO 了。但是就是说在国内这个航天，大部分的这个 CTO，就是说民营航天企业的这个 CTO 都是技术上非常过硬的，都是非常非常过硬的。老马是真的改变了这个规则。你看，这样啊，老马第一个通过猎鹰9号，就是重新告诉了大家什么叫火箭，然后通过星舰，等于重新告诉了大家什么叫做飞船，实际上是这个概念。等于就是你现在新设计的火箭，如果你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话，那你新的这个火箭马上直接没有图纸没出呢，就已经落伍了，好吧？现任 CEO 加 CTO，OK OK，谢谢谢谢，好，我说错了，抱歉。马斯克说的是很清楚，是这个火星上制造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火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在大气中的含量是95%。制造甲烷来讲的话呢，我这么说吧，那个呃，美国的我忘了是这个好奇号还是机遇号，这个是好奇号还是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啊，已经在这个把火星大气里面这个二氧化碳给它分解成了碳和氧气。这个是他们的美国已经做出了，就是说 NASA 已经做了这个实验的。所以的话，它能把它分解成碳，那再和电解水的氢结合，就可以生成甲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它等于是多了一个环节。如果我直接用，液氢液氧的话呢，那么我就直接电解水就完了，氢是氢，氧是氧。如果要是我用甲烷呢，我还要再去这个分解这个二氧化碳，然后再来生成这甲烷，就多了一步，就相当于我那边只要一步就完。你现在呢，如果要是说这个生成甲烷的话，要3步。小型火箭邢强博士在公众号里提到，星舰的出现可能会打破和平平衡，让核武器威慑不再。这是很多年前的文章了，现在换成星舰，
是不是更有可能嗯，哦，前面说星链啊，是不是更有可能打破核平衡？我觉得先说俄罗斯的这个核讹诈，我觉得俄罗斯的核讹诈应该意义不是特别大。嗯，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普京挺怕死的。他他应该自己想得清楚，如果他用核武器，他自己是什么后果。所以核武器这个东西，你就吹呗，然后，就跟那个《杨志卖刀》里面那叫什么牛二还是叫什么似的，是吧？你就整天吹呗。但是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有这个星舰在这块儿在的话，那你在轨的时候的你原来想这20世纪80年代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的时候想做的那些东西，那现在的星舰基本上可以做到，然后它只需要再增加它的天基的这个卫星发射平台就完了，那个激光发射平台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少谈星舰的军事化用途了，我觉得，大家自己心里清楚就行。而且火箭工业的潮流已经从液氢转成甲烷，液氢技术即将从主流火箭工程退场，这倒不一定，这倒真的是不一定。我觉得你如果其他的技术都已经能够达到星舰的水平，你即使二级使用的是液氢，你的成本也不会高太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关键是看你执行什么任务了。如果你是执行的是比如近地轨道或者地月这些近地球空间的任务的时候，相对来讲的话，可能甲烷成本会低一些。这是就是说目前来看啊，就是说基于就是说咱们考虑这个水平都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时候，但是你对于远地球空间的，你如果比方说是去土星，或者是去木星、去土星、去这个木卫三、去土卫六，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液氢更好，有可能更好。当然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就是，不，我应该这么着说。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要是 NASA 的核热火箭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个时候核热火箭的推进工质就是液氢。它的怎么说呢？它这个就是说核动力火箭啊，我先说核动力火箭包括核电火箭、核热火箭。核电火箭呢，现在受到它的这个推力很小，那它的发展可能还有一些受阻，还需要继续攻关。核热火箭从原理上到实现上来讲，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于马上做出成品来了。那但是这种核动力火箭和化学火箭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化学火箭它是有，比方说氧化剂液氧，然后还原剂，比如说液氢、甲烷，它在一起混合燃烧，然后这个的时候，你的这个液氧，嗯液氢，可以说它是叫做既是这个参加化学反应，既参加化学反应，既是燃料，同时它也是推进工质，就是用来推进火箭的。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者根据这个动量定理、冲量定理来这个推进，你排出的这个冲量等于你推前面飞船的这个动量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要是用核动力火箭的话呢，它的这个燃料是核材料，它的推进工质是氢，是分开的，是分开的。而且在核热火箭里面就更体现出你的这个工质分子量越小，那你的这个比冲就越高，就越省燃料。所以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是不要把就是说目前的目光就以为未来发展就一定是星舰了。当然星舰会成为很重要的一块儿，但是就是说核动力这一块儿也是大家不要忽略的。而且的话，如果它真的就是试验成功了的话，未来真正我是觉得未来
去火星还是这个核动力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我相信马斯克将来的话，如果NASA 的这个核热这一块进一步成功，我相信 NASA SpaceX 也会往核动力这方面走。肯定也会往这个走。但是现在我觉得，核热火箭最关键的可能是第一个是火箭本身这块怎么做，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用最安全的方式把这个反应堆从地球上做好了以后送到这个太空去。现在就是说从环保啊，从安全角度，我们都不可能从地面就发射这个核动力火箭到这个抛弃化学火箭，用核动力然后进入太空。而是可能是会，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先用化学火箭把我们的反应堆送到太空上去，然后呢，把这个反应堆放上去之后，然后把发动机的这个推力矢放上去，和反应堆连在一起，然后再把这个推进剂注箱发到太空上去，然后再在太空对这个注箱进行推进剂液氢的这个加注，然后反应堆开始工作，这个在这个推力室内把这个液氢给它加热到这个比较非常高的温度，比方说2000度、3000度的这样的非常高的温度，然后再以非常高的速度从推力室的喷管喷出来，然后来进行这个星际旅行、行星际旅行。这应该是就是说，如果这个实现了的话，那去火星就可能更好。我觉得，而且就是说，马斯克现在在这说的20年、30年，他是用星舰的这种模式来想的话，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说核动力这一块实现了，那有可能会更快，真的是有可能会更快。我当时也不太理解小火箭文章里为什么这么说，感觉星链卫星就无死角的在太空拦截核武器，核潜艇发射武器也好吧。马斯克是重新发现火箭的男人，是的，重新发明火箭的男人。说到火星的二氧化碳，有一种说是，呃，生物基的，就是呼吸二氧化碳或者是呼吸甲烷，一直在说火星人集体。现在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星，卫星也发现了，主要里面有大量的甲烷。然后呢，现在有个怀疑嘛，就是这个好像是我想想啊，土卫六的大气里就有甲烷，所以人们怀疑土卫六有可能就有这个生命。但是从土卫六以前可能有生命啊，然后但是从这个根据这个 NASA 发的这个惠更斯号探测器，的这个对，惠更斯号这个卡西尼号探测器，那个惠更斯号土卫六着陆器，现在好像还没有发现真正现在有生命。但是土卫六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星球，而且土卫六也是未来有可能让人类去殖民的星球。对，土卫六。等于在太阳系现在为人类选定的几个殖民点儿，当然最好的就是火星了，然后呢就是月球，排在第3位的可能就是土卫六，然后排在第4位的是木卫三，大概主要是这几颗星。深空必然要进行核动力，常规动力商业化估计还是有点贵，而且持续的问题，也是问题。常规火箭还是要，除非有太空电梯出现啊。对，您说的很对，但是提醒一点，太空电梯只能是近地轨道，等于将来如果太空电梯建成了，然后核动力火箭建成了，那等于太空电梯相当于就是会在这个相当于电梯是一站嘛，就在近地轨道或者在同步轨道上，我等于在那块建一个就像那个《流浪地球2》里那样的，就有一个这样的停泊站，然后我的这个不管是星际飞船也好啊什么的，都停靠在这儿。那你呢，地球人就可以收拾好背包，然后坐电梯上去。这电梯可能我的理解就跟咱们现在坐高铁差不多，而不是像《流浪地球》里那样的，还是要火箭推动，它必然是
电动磁悬浮，类似磁悬浮这样的推动，像高铁似的，并不用很快，大概每小时200公里、300公里的速度，就这样的，大概然后走上去，大概用不到1周的时间就到了，就可以到地球同步轨道，然后再在那儿换成这个星际飞船，然后去火星，然后去木卫三，去土卫六。当然，这是我的我的奢望。Starship 为何在太空不在太空减速？这样在入大气层的时候就在太空减速要消耗大量的推进剂，所以在飞船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太空旅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推进剂是极其宝贵的。所以你在太空的时候减速就要消耗那么多推进剂，那就意味着你带不了什么载荷了。这就是为什么只要进地球就是用空气减速。大家实际上不要因为这次飞船的这个 Starship 飞船的这个，出了点儿这个热烧蚀问题，就觉得好像很难解决。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我这么说吧，我今天本来还想说这个，蒸发冷却呢，结果跟大家聊了半天发汗冷却呢，结果聊了半天把这茬儿都忘了。是这样，到时候我再尽快把这期节目做出来吧。大概就这么说，就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像这个 NASA 呀这类的这个航天飞机，包括这个 X-37B，那它的防热等于最关键的部位，它用了很多种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种这个防热材料吧，我们就叫它很多种这个热防护材料，或者说不同的这个防热瓦。我们看到航天飞机的这个，哎，我给大家打出来吧，稍等啊，稍等，我看一下啊，OK，大家现在看屏幕，屏幕上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这种防热瓦，我看一下它叫什么？白色的这个温度是最低的，这个大概值是650度以下的。这是一种防热瓦，这个或者叫做看一下它叫什么？稍等啊，我记不住它的名字，太长了。嗯，呃，这种叫 LRSI，是一种低温表面防热瓦，低温表面防热瓦。然后位于航天飞机腹部的那个黑色的防热瓦呢，那个现在用的是后来用的，不叫现在，航天飞机已经退役了，后来用的，退役前的时候用的叫这个 FRCI，是一种这个合成加工的纤维绝热瓦，防热瓦。然后位于航天飞机的鼻锥头部的，还有它那个机翼的那个前缘的，是 RCC 碳复合这个防热瓦。这个 RCC 这个防热瓦呢，是防热的最高的，它是可以防到1650度。然后最低的这种白色的呢，就只有650度，然后前缘的这个也是1650度，腹部的呢，就是介于这650度到1650度之间的。所以的话，等于它是用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星舰上实际上它用的呢，星舰上用的实际上应该是更好的一种防热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叫做 Toprock，这个是NASA 的这个阿姆斯研究中心专门为 X-37B 研制的防热瓦。本身呢，它也是打算用在 X-37B 的鼻锥和机翼前缘，就是刚才航天飞机的那个 RCC 防热瓦那个位置，同一位置。大家现在就在看，它的这个防热温度也是可以超过1700度。但是这次星舰的这次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只是烧了这个就是机翼前缘这一块儿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当时低估了这个应该说低估了防热瓦的
这个就是说高估了防热瓦的防热能力，低估了它的就是说这叫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高温等离子体对它的这个侵蚀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基本上是还是低估了。如果要是他想将来，再把这个来提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不是说它实现不了。那大家现在我再给大家看一幅图啊，嗯。大家现在看星舰，那我现在这个鼠标点的这个位置，这个就是1前缘，这是一个受热比较严重的地方。等于它现在有可能它这个材料和这面的这个材料，它现在等于星舰后来相当于是让NASA 的阿姆斯研究中心把整个 Tough Rock 这个材料的技术都转让给SpaceX 了，然后 SpaceX 自行生产。我估计有可能 SpaceX 比如为了降低成本，它可能没有使用足配方，因为 Tough Rock 在这个 X-37B 上已经重返大气层7次了，6次，现在是第7次，还在轨道上转呢。那这个位置，它实际上应该用增强型的，把它的提得更好。还有就头部、鼻椎这儿这一块儿，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这是一块儿。另外呢，我想再请大家看一幅图啊。稍等。哦，我得快点儿结束了。稍等啊，咱们抓紧点儿。大家请看屏幕。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六边形的蜂窝状的这实际上就是 Tough Rock 防热瓦。大家注意，我这个红色箭头指这底部白色的这东西，白色的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硅硼胶，它实际上它也是具有防热性能的。就是我在那个解说这个点评的这里面，就是给大家就是说，不是说它就是说是有2层嘛，其实指的应该就是这层，它实际上是一种二氧化硅的这个气凝胶。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就是说首先它的温度高了以后它会变软，然后你这个防热瓦就可以吸得更牢。大家注意这个防热瓦的固定方式啊，它等于是用这个气凝胶，相当于给它粘到了防热瓦粘到了这个外表面，而且在外表面还有一个定位的这样的类似定位销的，那它是有点像那开口销似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实现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呃。SpaceX 这次飞船返回的时候，应该面临的几个问题是：首先，它这个防热瓦可能还稍微在局部啊，就是比如在这个舵面啊、根部啊这类的，就是表面曲率变化特别大的地方，那可能防热能力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提高。这一块儿我估计它通过改配方有可能就能够实现，把这个配方再稍微调一下。第二个是要解决它不要在飞行中脱落的问题。马斯克在他的直播里就是说，他飞行前的那个飞行过程中呢，就载入前的那个脱落是因为冷热的原因，这个我是同意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它后面这个脱落，那说明它现在这种膨胀式的定位销加这个气凝胶式的这个粘接的形式呢，并不是特别可靠，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那马斯克后来说的要准备采用的，我就是在那里面不是也向大家说，就是说类似于这个，再增加一些骨架，类似于怎么说呢？类似于铝扣板的，我想想啊，就是叫做类似于铝扣板的这种形式，给大家看一下。类似于这种铝扣板，那搭好骨架，然后我等于再用气凝胶，然后再用这个骨架，
来定位的这种形式，会不会更好呢？那我觉得到时候马斯克他们再好好的去论证一下。只不过我觉得这种结构形式不一定需要用到所有的就是整个星舰上，并不一定需要。就是说甚至说或者说是整个星舰安装防热瓦的那些面，都要采取这个形式倒不一定。我觉得它可能需要在，最关键的那些受热部位做一些这样的改进，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能够够。然后又好处是它的这个改进工作量会比较小，然后，怎么说呢？然后它有可能就直接落到五飞上，就有可能能落实。如果要想在整个飞船上都做这种结构的话呢，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在五飞上面就能够落实的。这些就是大概是我的一些设想吧。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不一定对，然后而且以后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像刚才我展示的铝扣板这样的呢，那也就另说。但是就是说，是这样的，最后它作为商业行为，最后它所有核算的应该是一个商业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够用，然后呢成本最低，性能够用，最终的是这一个方式。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我现在可能得快要结束了。新格伦说今年要发射2次，是不是也要实现一次回收？对不起，最近我没有太关注新格伦，到时候我好好去关注一下吧，我是得关注。这一个礼拜一直都在忙这个马斯克 SpaceX，实在是消息太多了，有点忙不过来了。地外生命我想的是有的。嗯，我觉得啊，就是说人类没这么特殊，就地球没这么特殊，地球应该就是银河系在宇宙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星系，然后太阳系在银河中是一个很普通的恒星系，然后地球在宇宙中更是一个很普通的行星，所以应该肯定有。SpaceX 现在已经300多次一级回收了，下一个主要是像猎鹰这样的一级回收。我觉得很可能是蓝色起源，我觉得应该是蓝色起源，真的。用胶水儿，啊，对，高科技胶水儿。它刚才我说了，它受热会变黏，实际上大家想过没有，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它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热胀冷缩的问题。明白吧？它能够比较好的来解决热胀冷缩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啊，这屏幕上这个防热瓦之间，这是在常温下，这缝儿是要有留开一定的间隙，但这个间隙到底是多大才合适？要摸索，要计算，要摸索的。它原来可能缝儿离得太近了，或者，那个防热瓦就有可能或者说温度变化的时候就互相挤，就把其他崩掉了。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因为你的热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或者说，对，或者说是因为收缩里面的收缩，然后它也会这个缝会变得，如果要是说，这是刚才说的是就受热的时候掉防热瓦，还有一种是受冷掉防热瓦，那就是它那个缝儿留小了，留小了。结果的话呢，一受冷，那收缩的更大，所以两个瓦挤在一起，一片儿就把另一片儿给挤掉了。所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具体这个尺寸该留多少，要经过精确的计算，然后还要经过不断的摸索。恐怕这些都是 SpaceX 要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不停脚步，他们最终就肯定能够做下来。这就是大概的我的一个设想。好吧，OK，不好意思，那个时间也已经1个多小时了，待会儿我这个空间我媳妇儿还要用，所以我可能得给她让道儿了。OK，那好，我会抓紧时间吧，但是真的是那个就是写这个防热这一块儿，我觉得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首先的话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包括发动机的，包括这个整流罩的，包括这个最后飞船载入的，这些
发动机怎么着啊？对，还有发射场的，这些恐怕都是既然谈防热嘛，可能都要跟大家好好谈一谈。然后，其中的内容都比较多，而且的话里面可能会，最关键实际上讲航天有一个比较难，就它里面会有很多术语，然后这些术语的话，我要不解释呢，可能就是讲不清楚。我要解释的话，就会比较费费时间，所以这个我也去权衡考虑，尽量想的尽量说清楚吧。OK，那好，行，那我会尽快啊，力争在下礼拜，明天是不会有了，明天肯定不行，力争在从下礼拜二开始把这个给播出去。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这个 YDW，真的是太感谢了。OK，那我的尽量在下礼拜二，力争不，我力争礼拜一，然后实在不行就下礼拜二，争取把这期节目给大家传出去。这个可能它可能也得分两期，也得讲这个防热这一块儿也得分两期节目才能够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好，那我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陪我一起来过这个星期六的晚上。那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吧？然后我不知道，因为好像是好像是星期一应该是开斋节，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开斋节的朋友，因为这个的假期在新加坡也是公众假期，那也就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OK，拜拜。